那么曹新成到底有没有常跟赖清德讨论罢免？曹新成说没有经常了，2、3个月以前有谈过了，但是呢，并不是经常了，不过曹先生点名徐巧芯，说徐巧芯犯了死罪，这个因为呢他这个到了中国回台湾以后，到中国访问回台湾以后呢，毁宪乱政，摧毁国家，就是死罪，所以呢，这个徐巧芯就犯了死罪啊。那另外呢，这个因为呢，民进党他媒体是说了，民进党为什么这次要罢免呢？要操兵，是替2026要铺路，马上到了，今年2025，明年就选县市长了，县市议员了，都是明年了，所以呢，把蓝军的士气打掉低，蓝军士气很低，因为像以台北市来讲，台北市党部等于是空了，所以党部都被你抓光光了，关的关，压的压，对不对？所以呢，士气就很低，所以这样的话，你这个一路士气低到2026，民进党在这个县市长选举跟县市选举大赢了啊。那另外呢，这个绿营定调说，大罢免如果成功，他们不居功，不居功，那现在好像有些民意代表跟罢免团也有一些在那边因为抢功，也有一些不爽，甚至有些民意代表还担心这些罢团呢成功会不会他也要来选议员了，会不会跟这议员冲突？所以基本上了，蓝绿其实都有这个问题了，都也担心说你们罢团你们到底干嘛？为什么出来当召集人？为什么出来当领衔人？所以呢，现在呢，民进党说他们不要居功。都让民间出头，我们看一下。他对我的批评，那完全就是打在棉花上面。选择正面迎战罢免自己的领衔人曹新成，徐巧芯说自己从未去过大陆，却被扣上去对岸见王沪宁的红帽子。我中华民国的立场是比他来得更加的坚定，因为我没有第2本护照。大三领衔人曹新成，因为曹新成点名正是这一条通敌叛国，让徐巧芯有被罢免理由。而身为罢薪领衔人的曹新成，也是反共护台志工联盟的第3号志工，日前更被议员洪建一爆料，常跟总统开会，还会跟总统告状，谁联署书收的不够多。我想问侯友宜，你凭什么乱讲？怎么瞪着眼说瞎话呢？首度公开澄清，而第一时间洪建义也道歉，说自己口误。不过曹新成证实，确实有跟总统聊过大罢免。2、3个月以前了嘛，互相了解对方的立场，常常定期开会什么的，没有什么我给什么赖总统说廖别啊，说谁没有认真帮忙2阶，这完全是子虚乌有。但这似乎跟民进党当初的回应不同调。那我必须很严正的在这里强调，赖清德总统从来没有和罢免领衔人或是罢免团体开会。民进党说的从来没有，到曹新成说曾经有过。眼下民进党仅能回应尊重曹董事长的发言，其他的不宜再多说。有4个人的证词现在是不一样的哈。第一个是先卓冠廷出来说，这个赖清德有下军令，每一区都要救。什么叫每一区都要救？就是所有罢国民党蓝委的罢团，全部都要去救他们。民进党的公职全部都要下去救，让他们每一区都过。如果有谁哪一个公职人员哪一区的不配合，直接告诉我我来跟林右昌讲，我来打电话给他们。这是卓冠廷的第一个版本啊。然后第2个版本，第2个证人叫做洪建义。洪建义说，这个赖清德常常跟罢团的领衔人开会这些领衔人呢，像曹新成会去跟这个赖清德讲谁不认真然后赖清德会去盯。这个跟洪建义听起来跟卓冠廷听起来是一样的版本哦。罢团的领衔人像曹新成会去跟赖清德 complain 民进党的谁公职人员不认真协助，然后赖清德就闲没事做，亲自去盯着全国的大罢免关税战不重要，两岸不重要，我要亲自去盯着全国的大罢免。然后就到了第3个证人叫做吴峥，他讲的又不一样，他说从来没有。那跟前面2个民进党的公职人员讲的不一样。然后第4个总是当事人曹新成，他坦诚有他只不过是避重就轻的说，哎呀没有常啦，2、3个月前有啦。所以到底是什么版本？大家已经听懂了吧？4个人有3个人坦诚说，赖清德确实有跟罢团的领衔人谈罢免这件事，这就是一个真实的版本。也就是说，在台湾不管面临多么困境关税战的时候，赖清德的心里面不是去跟川普如何打交道，而是跟
曹兴诚如何打交道，如何 please 曹兴诚，如何帮助罢团，就每一个区域要让蓝委的罢免全部通过，这就是我们总统在做的事情啊。4个证人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我回应一下淑慧哦，刚刚讲的就是说，刚淑慧的说法是讲说，赖清德请曹兴诚帮忙，说要去推动这些罢免。我没有讲赖清德请曹兴诚吗？是曹兴诚要求赖清德。没有，你刚最后的那一段没关系。好，总之呢，我现在郑重回应就是说，针对这个部分呢，我想我们都不是当事人。那我想刚刚在这个媒体报道里面有提到，曹兴诚他自己讲说，他2、3个月前跟赖清德主席曾经谈过。那如果是这样，那他是当事人。我想其他刚刚包含说，你说其他的民进党的这些公职，那怎么样去说这个事情，我觉得这只有当事人才清楚啊。那其实曹兴诚的说法也证实了一件事情，也就是说，他其实是在暐瀚哥的节目上面讲的嘛。那他其实就是讲说，在2、3个月前，他曾经跟赖清德总统见过面。那当时讲的是说，希望这个民进党可以来帮忙。但是呢，当时赖总统也很清楚的讲说，这个民进党是不能来做主导的哈。所以当时其实就也讲的这个部分是讲得非常清楚，事实上也就是这样。那当然到后来第2阶段的时候，那后来到比较后期的时候，民进党才说，那我们有没有可能来帮这些志工团体？因为确实有很多的公民团体，他们不管是在这些活动上面有遇到一些状况，甚至有一些志工，他们可能也是在活动的现场有受到一些威胁或攻击等等的，那也希望我们绿营的民代可以来予以协助，所以在后续的时候也才进来。所以事实上，这跟我们一直以来的说法都一样嘛，从来没有所谓的民进党主导的事情啊。那也就是说，曹兴诚包含这些罢免团体，当时去请求这个民进党的协助，但是赖总统有讲说我们不能出面来主导，所以实际上当然就是这些公民团体他们走在前面，而民进党是作为一个协助的一个角色嘛。那其实像过去到现在，那包含我自己，其实我们都是来协助这些公民团体。如果他们在场地的问题遇到了什么困难哈，那可能我们来予以协助，或者是他们在志工的部分遇到什么样子的人身安全，那需要警方的帮忙，我们也来予以协助。我们一直以来都是扮演这样子的角色。那所以接下来进到第3阶段，我想不管蓝营或绿营啦，大家都会全面总动员啦，就是说在第3阶段要来出来投票。所以到了第3阶段的时候，我想不管是任何一个政党，大家都会希望说，蓝营的一定希望守护自己的立委，而绿营或本土派很多的民众，这些公民团体也希望说这个蓝委能够被罢掉。所以在最后会变成说，大家政党都会在第3阶段最后的冲刺期，有可能都会倾巢而出。所以我觉得在前面大家一直讲说民进党主导整场的大罢免行动，我觉得其实曹兴诚今天出来也证实了，民进党并不是主导罢免的这个团体。杨明。我觉得民进党大罢免搞到今天呢，他成功的做到几件事情。第一个呢，让全台湾非民进党支持者的人呢，都相信大罢免呢是赖清德所推动的。第二个呢，他推动的目的呢，就是立法院呢一旦这个有蓝委下来以后呢，除了民进党掌控国会整体为所欲为以外呢，就是要把柯建铭推上去做立法院院长，以取代韩国瑜。那么第3个呢，在这个过程里面，为了护一个吴思瑶以及呢护民进党的立委呢，可以不惜动用司法、动用国家机器呢，甚至在技术性的如此的犯规，中选会也介入呢，就是让吴思瑶的罢免呢，绝对不可能。那第4个，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民进党他2大诉求，对外呢搞那个抗中保台扣红帽子，对内呢搞那个什么预算被删。可是这2个诉求呢，目前都被破解了抗中保台，因为美国呢没有办法承诺支持台湾呢，所以你抗了中保不了台。而预算的问题呢，又因为监察院的这个人不如狗的事件呢，已经也破功了。所以接下来呢，我认为到了第3阶段热战呢，第一个，我觉得到最后没有一个绿委被罢免呢，对国民党来讲呢，也不失为一种战略。尤其是吴思瑶都用技术性很低阶
办法的方式让你过不了关呢？这件事情可以做一种动员。那国民党在第3阶段大罢免要做2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让现在民间已经成功的觉得你民进党莫名其妙不管内政不惜任何手法摧毁在野党的民众呢，整个了解到只有出来投不同意票哦，这是国民党的第一个责任。那国民党的第2个责任呢？很简单，让大家搞清楚呢是哪一天要去投，因为我接下来认为中选会用的伎俩呢，它会让各区不在同一天投票，以让大家在宣传上造成困难。休息了再回来。好，那么因为呢，现在民进党里面有发现共谍了哈，说呢他们有一个 APP， 大陆发展出来的这个 APP 呢，我们现在没有把它破解，所以他们到底泄了多少密也不知道哦。有这么厉害的 APP， 然后呢说赖清德跟萧美琴的行程可能都被泄掉了啊。民进党说，所以以后的新进党工要进行背景调查，因为都以前新进党工大家觉得哇，这要这个热心啊哦，然后。这个表达能力好啊，等等，反正就是还不错，就可以吸收了。现在发觉也要做背景调查，跟安全人员一样啊。那另外呢，这个他们这几个人里面，邱世元说出手很阔绰，因为有钱嘛。何仁杰、吴尚宇低调，跟人家不太互动啊。那怎么来的呢？先是这个黄曲荣啊，黄曲荣呢，这个他是民进党资深党工。他同时也是台商，以前是台商啊。那他取得高度机密档案以后呢，然后呢，再亲自带到中国大陆去交，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啊。然后呢，说这几年来不法金额达到好几百万啊。然后他取得现金以后呢，在案件计酬啊，然后呢送给邱世元及吴尚宇等下游他的下手啊。所以呢，包括何仁杰啊，然后包括邱世元，包括吴尚宇。他拿了钱再分给他们啊，那现在呢说这个共谍这个 APP 啊，传送重要人物的通讯录，甚至个资还有行程。当然行程最重要就是赖清德、萧美琴他们的行程啊。那他的关系哦，哇，还有个关系链啊。那反正呢，这个何仁杰啊，然后呢罗志正啊，他是他的学生啊，然后呢他又为吴钊燮服务，反正呢搞过来搞过去，就是这个有的是老板，有的是下属，有的是老师，是学生啊。那赖清德到友邦的时候呢，这个到巴拉圭等等，住在什么饭店？哦，饭店的细节、行程的细节，2023年总统大选的时程哦，还有吴钊燮跟友邦使节外宾谈话的记录，会晤什么人，在什么地方吃饭哦，转机哦，都被外泄了。大家不要以为这个不重要，是很重要的。823炮战的时候，3个副司令，金门防卫有一个司令，金防部司令，3个副司令，陆海空各一个。他们在一个餐厅吃饭以后，出来那个餐厅在门口就被老共炮一炮，3个全部打死了。他怎么知道？一定是有机密、有情报嘛。所以这个重要人物的行程是非常重要的哈，这个不能外泄的哈。所以呢，不过老共当时大概也没有采取什么行动，就知道了就是了，哦，并没有采取行动，采取行动事情都打掉啊哈。那所以呢，这个现在变成有内鬼啊，这个最怕就是内鬼哦，这个在敌人堡垒里面，这个埋伏敌人最可怕的，从外面进攻比较难，在里面哦自己内部爆炸比较容易哈。那另外呢，这个说他们传赖清德的行程，北检说我们因为有去问北检，你们的侦办到底真的假的？他说侦办中，不便回应啊。那另外呢，总统府说啊，只要是背弃国家，都应该受到制裁，这些人都应该制裁啊。谢龙介警告说，国安团队要撤换了，还不知道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个内鬼在里面啊。那吴思瑶说呢，国安法要修哦，一定要把国安法也这个修掉啊，等等哈。那这个何仁杰说他的太太呢长得还不错哦，是在总统府当宪兵，21营退役以后呢，到百货公司当柜姐哈，然后呢又帮他到这个
这个中华电信的一个子公司去谈，但是因为学历可能卡关了，不符合他们要求，所以到中医诊所当柜台人员，我也不懂。照理讲，一个宪兵，尤其这种这么重要维护总统府的宪兵，退役以后，这个照理讲应该可以找到一个不错工作，居然也没有哦。那反正不管怎样哦，就是呢，他做了这个等于是匪谍嘛，然后还去发展他的下线。我们看一下，今天非常高兴，代表中华民国政府以及全体人民，以隆重的军礼，诚挚欢迎海尼总统阁下抗历。大雨搅局，总统致辞并未多所琢磨，只是不止老天突如其来的大雨，总统防不了，连身边人也难防。检方侦办共谍案的最新进度，发现核心人物黄曲荣都是借由民进党前党工邱世元获取情报，并未和前资议吴尚宇及吴钊燮秘书何仁杰有直接联系。尽管目前仅邱世元认罪，但据悉检调也查获黄曲荣是如何被中共渗透，更在其手机发现一款由对岸研发的间谍 APP， 只是我方单位无法破解该 App 的内码。目前我们是还没有受到这样的一个资讯哦，就是说有这样的一个产品，然后要去做相关的这个一些检视。相关单位暂未接获求助讯息，而除了黄曲荣的犯罪手法曝光，何仁杰的太太也被起底，曾是211营宪兵，负责总统慰安，因靓丽外形还曾为国军样板。不过已在3年前退伍，检方也暂时排除何妻跟共谍案关系。民进党过去都在讲说抗中保台，在指称在野跟中共走很近，结果通通共谍都在民进党，所有影响国家机密、所有涉及泄密的共谍，通通在民进党的府院党。而这件事情，其实我之前指控，2021年就有人在那个外交部的内部人员去告发，2021年的11月，检调就已经高层就已经拿到这份资料，压到2025年4年之后才查这件事情，检调到现在还没有出来驳斥，代表是不是我们爆料根本就是2021年你就收到了这个检举案？那4年有多少机密又被这个泄露出去了？所以我们讲现在中华民国的机密是门户大开。今天为什么这件事情会造成国人又更加的恐慌？原因是因为当这个政府一直查抖音啊，查什么各种 app， 结果黄曲荣的手机里面有一个加密的 app 是可以把机密资料直接传给中国的。天哪，在民进党里面的官员呢，你的手机的 app 你都没有管制。你在管这些公务人员，在管民众怎么用 App， 结果你的府院党的高层自己有一个加密可以直通中共的机密文件的 App， 这是多大的漏洞？第二件事情，我们看这几件事情，2023年8月，我们赖清德当时候还是副总统，他出访巴拉圭，他的秘书吴尚宇泄露赖副总统下他的饭店，跟他吃饭的所有时间。这是多危险的个人国家元首级的这些国安的漏洞，结果通通不查，这4年来通通不查。吴钊燮到现在为止，立院不被询，消失了，人呢？然后呢，检调也不搜索，一天到晚去搞在野的伪造文书大搜索大羁押，结果是游锡堃立法院的前院长的秘书盛楚英竟然20万交保。伪造文书、个人资料法50万交保，还比你20万共谍还强。然后所有的伪造文书、个人资料保护法全部羁押搜索，吴钊燮通通没事。所以我觉得国人其实希望赖清德政府给出一个交代，到底我们府院党的机密资料曝险多大了？然后现在所有的共谍在民进党还有多少？还是根本就像是外界质疑的，现在的共谍在民进党危机已经超出赖主席或超出赖总统可以掌控，已经动摇国本，而你不敢把这个真相告诉国人。来我看，亡羊补牢，犹未晚矣了哈。那很明显，刚林涛所讲的，我就跟观众朋友报告一个非常明显的错误，好不好？我们先讲，就是中程考核没有持续。好，我就讲这一句。这个何仁杰他当吴钊燮部长的秘书很多年。他刚进到那个政府的时候，很明显看到2016年有中程考核。那什么叫中程考核？
这些会碰触到机敏资料的，比如说国安资料的，在总统府有重要行程的，一般不会。刚刚林他其实举了个很好的例子，我相信大家都在讲，那为什么盛楚英可以交保，他没有碰到机敏资料啦？立法院院长助理，可是也不行嘛，所以他后续也要面对。可这4个为什么收押？这4个都碰到机敏资料，有国安、有外交、有国安会议，还有总统行程啊。这个人叫吴尚宇，是总统办公室之一，从副总统干到总统。刚刚所讲的，目前的情节是，连手机里面都已经有，这是黄曲荣去弄的，有那个中国大陆制的 APP， 我没有那个 APP， 好，你要求我没有，对不对？好，那要查看有没有啊？说不定谁有，对不对？以前我在跑这个新闻的时候，有一段时间跑总统府嘛，我们进出总统府要有个证，光是那个办那个证。都要忠诚考核，没有告诉，因为我是会长，我知道我们总统府有80个记者，每一个记者，比如说林真宇这个记者哈，林亮君记者，回去看看家里面有没有非良民啊，有没有什么记录，他之后才发出那个证，而且那个证只能够让我们进出总统府的记者室，2楼、3楼、4楼、5楼都不能去，所以你今天都已经在总统办公室里面了，所以以现在目前看起来了，我就讲结论了哈。总统在国外，因为他的维安绝对不止在国内。国内的话，你还不知道他哪台车。我们常常是这样哈，总统车队出来4台，总统都习惯搭第2台，这是不对的。你每天都要换，你不能够每天长期大家都知道，记者看久了知道一定是那一台车长得一样，可是你要换。第二个，能够碰触到机密行程还有会议内容的，你要每年给他忠诚考核。你不能说你2016年那时候政党轮替，蔡英文总统上来以后，这些人都考核了，对不对？之后就8年就都没有了。他们现在民进党中央是讲说以后要进来，我觉得这是对的。可是你不能说进去国安团队也好，或进到民进党里面当党工也好，考核一次以后，第2年、3年、5年以后就不考核啦，因为他有可能一开始满腔热血，后来他真的经济出问题了以后，他觉得说，既然我把一些东西，他也觉得还好，无关紧要，媒体好像记者都知道嘛，他把那个机敏资料卖出去，他可能为了要钱，有的是为了钱，有的是为了要怎么样，我不觉得说他们都是一心想要背叛国家。刚刚所讲这4个，黄曲荣、邱世元、吴尚宇跟何仁杰，可是人家拿钱，而且其实说几百万。我觉得这个并不是什么天文数字，所以他们认为把这些总统的行程啊，连在巴拉圭的房号是几号，这多危险啊！记者也不会知道总统的房号是几号，也不可以知道，因为如果知道的话，人在国外，一颗飞弹打过去就结束了。对不对？他就找我觉得，尤其我们中南美洲有一些友邦里面，可能对不对？还有一些治安不是那么好的，一颗火箭弹打过去就结束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那我所认为的，今天我们现在讨论这么多，没有持续忠诚考核这件事情很重要。你只要有持续忠诚考核，每一年都考核，应该就可以抓出来。再怎么样哈，你当政府的公务员，甚至政府的这个军人哈，你拿人家的钱泄露机密，你怎么样都说不过去。你怎么对得起自己？怎么对得起自己的国家呢？去了再回来。好，监察委员啊，这个秘书长辞职了啊，那李鸿钧是副院长道歉了啊，北检说也分案了啊。那另外呢，这个因为李俊也是说，现在既然司法在处理了，所以我们就暂停调查。那学者是说你不乱扯一通吗？啊？你副院长你也知道啊，很多时候这两个并行不悖啊。对啊，多少尤其是监察院案子，监察院都在调查，刑事归刑事啊。但是我是想，李鸿钧也有他的难处，他原来是亲民党的，他根本不是民进党的，给你一个监察院副院长，你就算不错了。他在那个环境里面，你叫他做什么？他做什么？他真的能把谁 fire 掉吗？也不行，而且监委都是立法院同意通过的所以呢，这个李鸿钧这个说呢是不能够说这个刑跟惩不能够并行，是乱讲的是可以并行的那现在除了李俊毅秘书长用接狗狗，然后呢苏立琼去看牙林玉荣到机场去接送，然后呢王荣章昨天被揭发呢说去理发到这个理发店去理发那黄国昌就到监察院递检举函了，民耳录耳奉，民脂民膏一般公务员你们都哇这个锱铢必较，那你们自己呢？那另外呢，现在北检说要看你们的派车单记录是什么？监察院的派车单是这样的，为什么要去狗狗洗澡
看牙、理发，这怎么写呢？所以到底写了没有呢？是真的每次都要填派车单吗？还是29个监委26辆车，就每个人派一辆，还填什么派车单呢？哦，到现在到底怎么回事？我现在不知道，乱填也不行啊，乱填就伪造文书啊，不填也不行啊，不行你违反监察院的派车的这个办法。那监察院有纪律委员会了，立法院什么议会都有纪律委员会了。哦，理论上讲就是他们可以对议员啊、对立委啊、对这个监委啊处分的，哦，甚至可以，你看他可以要他注意，下次要注意你的礼貌，警告你口头哦，然后呢书面道歉要道歉的哦，甚至还可以提案弹劾你的哦，然后呢这个牵涉到刑责还移送法办的哦，等等等等，还可以停止他职务的哦，像国外的议会啊，像国会啊，甚至还可以这个警察把你抓出去的，停止你进到这个国会来多久时间的啊？所以他们纪律委员会他自律嘛，你跑到外面来管你，实在很难看嘛。你自己本身要自律嘛，人必自重哦，人才才这个尊重你嘛。那说呢，最近9年，除了有1年哦调查案子比较多以外，这每年调查都不多哦，而且因为19个监委说每个人1年调查每个人不到12案哦，1个月不到1案，所以呢，那弹劾的就更少了，弹劾的就更少了哈。而且待遇还不错啊，哦，待遇也蛮好的啊，部长级待遇。那另外呢，这个前立委陈欧珀说涉贪，说为了推动商港法，今天被收水月谈，就不是一次给他，就是每个月给你啊。然后呢，这个那现在就变成说监察院现在到底变成只有敷衍了事了，因为陈菊也生病了，在医院里住了5个月啊，所以认为监察院也不到立法院去备询，立法院就要查这些到底怎么回事啊？监察院1个人都不派，你说秘书长辞职，副秘书长怎么会来？副秘书长也不来，统统不来，所以认为民主机制有伤害。因为通常比如说这个考试院啊、监察院这些，就是派秘书长去，因为院长、副院长他比较少去，秘书长去，你秘书长都不去，就没有人去了啊。那所以被认为说呢，监察院还需要存在吗？哦，明年任期到了，任满以后有个方法嘛，因为民进党现在说，因为宪法规定啊，哦，那你宪法居然规定你可以不提名人了，也可以啊。马英九那时候不是这样吗？提名人在立法院都被干掉了，啊，十几个人，11个还是几个？立法院就马英九不补提了，那就空在那个地方，那空在那边又怎样呢？日子不是也过得好好的吗？也不会怎样。我们看一下，跟社会大众。说声深深的抱歉。滥用公务车、乱象狂烧，监察院副院长李鸿钧亲上火线致歉，同时说明秘书长李俊毅的请辞过程。李俊毅的声明也强调，对公务车使用一时思虑不周，有负国人所托及监察院清誉，第一时间向副院长请辞，绝无恋战职务。而为了避免个人影响后续职务推动，再次恳切请辞获准。这种行为构成什么犯罪？那个。这部分哈，那个秘书长那部分哈，那个因为有这个北检已经分案来了解了哈。那另外那个从过去的案例构成什么犯罪？这个个案给全国人民科普一下嘛。从过去的案例构成什么犯罪？给全国人民科普一下嘛。来，请部长。这个部分那个个案的话，还要经过检察的了解调查。当然嘛，遇到绿色的监委就软趴趴。黄国昌的连珠炮让郑明谦数度语塞。秘书长他有希望请假，我跟他说没办法。监察院的联络人他们就直接把那一份资料就直接送到立法院的收发室。意思就是不管赵伟有无准假，李俊毅这假就是请定了。且黄国昌也不满监院连其他代表都没派。监察委员现在是觉得他们自己是太上皇机关吗？来，亮君。我觉得在监察院这个事情上面哦，确实公务车去做私用哦，这其实确实是非常的不恰当哦。那么我想在整个大家现在面对监委，他们现在当然秘书长他辞职，然后你看其他包含说其他的监察委员好像也有被发现这种状况。那当然我觉得可以全面的来去检讨现在监察院包含派车、公务车这整个流程是不是大家有便宜行事啊？然后在派车的这过程当中，是不是大家就变得很随便？
现，然后以至于说这些公务资源可能会做私人的滥用，因为这些诚如刚刚大家所讲的，这些公务车都是要让这些监察委员，譬如说去查案，然后去外地各个外县市，然后来去不管是访谈也好，或者是办案也好，这是让他们来做这样子的公务使用的，绝对不应该去拿去接狗狗啊，或者是做这些私人行程。如果你要这么做的话，要么你那天就请一天假，或者是你自己就开车自己去嘛。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议题上面，确实在监察院接下来不管在内部自己的调查上面，我觉得都应该要针对这个部分来去讲哦。那我回应一下刚刚前面，当然大家就一直讲说，包含这个共谍一直都好像看起来都是在民进党哦，但是我真的还是要讲啊，现在这个时刻，不管共谍到底出现在哪一个政党，或出现在哪里，我觉得都应该是大家要同声谴责。然后，那你今天不管说是在这个公务机关里面乃至于在政党里面，其实大家对于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都应该要严正谴责。而且我也绝对支持所有的检调或者是国安单位来全面的彻查，让包含说，不管是因为像现在民进党我们自己有要求说，接下来的新进党工都要进行这个忠诚度的考核，所以其实我觉得面对这样子的一个中共渗透，其实每一个政党或者是每一个台湾每一个人民，针对这个部分，大家都应该要提高警觉啦。那民进党是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要求自己，当然面对像刚刚讲的这种公器私用的状况，我想也应该的要一并来去做检讨，该处分就处分，该彻查就彻查。我想简单回应一下，刚刚亮君说面对共谍我们要同声谴责，我非常赞成。可是过去民进党都在谴责别人，都在谴责国民党啊！包括曹新成出来的时候，你有什么？曹新成有什么证据？就说徐巧芯通敌叛国，该当死罪，有什么证据？可是现在抓到民进党的党工，通通是有证据，司法正在审判。曹新成有去谴责民进党这些党工通敌叛国，该当死罪吗？同声谴责。可是过去民进党通通在谴责在野党，通通在谴责在野党是卖国，所以同声谴责是谴责别人，没有证据就一直给在野党扣帽子，等到自己被抓到以后就说来我们一起同声谴责，没有这个样子的啦哈。再来讲到监察院这件事情哈，监察院这件事三部曲，公务车变专用车，专用车变私家车。过去昨天这个李副院长还要出来说，你出来说就是道歉检讨，他还要说谎。他说：“哎呀，过去32年来我们监察院的用车都是首长用车，都没有检讨我现在要来检讨。错，过去监察院的这个公务车就没有监察委员专用车，它就是公务车。这个在111年的时候，监察院正式发过新闻稿说，监察委员没有专用车，他们通通是公务车。”可是监察院违规超规格的去把公务车变成首长用车，大家知道公务车只能买1800cc你要变成首长用车，你要超预算去买。结果他们把公务车全部买成高规格的首长专用车，然后再违规给监察委员变成他们的首长专用车，然后监察委员再把他们拿去变成私用私家车。然后第二个是刚刚讲的那些监委，什么上班理头发。是不是上班我不知道，理头发看牙医，请问是不是上班时间去做的？第一个是不是上班时间去做？第二个，如果你是下班时间，还要叫这一些监察院的驾驶同仁下班时间再加班载你去做一些你这些个人的私事，这些同仁能不能领加班费？他载你去做你的私事，回过头来再报公家机关的加班费，这叫什么呢？这叫我们公务人员变成你私人的佣人了吗？这是很难看的。今天不是这一台车变成公器私用而已，是连这个人、这个公务员、这个公家机关里面的聘用人员都变成你私人的用人了耶！我觉得这是很羞辱监察院的同仁。休息一下就回来。好，那么学校有一个射击比赛，就被人家骂说什么黑熊学院到了高中去了那到底怎么回事说呢，因为呢有一个叫做中华民国全民国防教育协会到苗栗宣传民防说是教育部发函教育部还发函那所以呢他们就认为说，那这个
这个理事长呢叫做廖英熙，他是台湾的枪王，最早搞玩具枪的搞了很多年。然后呢，他也是赖清德那个什么全民韧性什么委员会的委员了那搞了40年的玩具枪所以玩具枪创会会长那生产高阶玩具枪，外销90国，所以呢，他在搞这个全民防教育协会所以就被认为说这是不是黑熊学院的翻版了那这个枪王是说赖清德严守分纪，对金钱有洁癖所以呢，这个跟这个无关意思就是他并不是什么利益的这个驱使了那另外呢，封面故事所以呢，这个他承揽了教育局的标案这是另外一个叶秉成所以呢，叶秉成本来在台大当教授，其实形象还不错，因为他的教法蛮新颖的，但最近呢，好像连续发生事情一个是大概这个别人受到性骚扰或性侵害，他大概有一点泄露人家的这个个资了，让那个女生很生气。第二个呢，又说这个他的学会，他担任董事的协会呢，然后呢，这个去包教育部的标案所以被认为说得标厂商是他的关系户就被他拿出来讲那教育部说好吧，我们就彻查吧。有人认为说有人想要他那个位置了所以想去搞他，有人这样认为那当时赖清德宣布内阁人事的时候，有2个亮点嘛，一个就是经济部长，大家觉得还不错；一个就是他。然后这个他现在接连被他拿出来讲，就怀疑说到底是不是有什么问题了那另外呢，说他这个被认为说这个有他的下面的3个公司、2个协会的这个环环相扣所以呢，被认为说呢，他是不是有这个图利那他说他从来没有接过政府的案子，他没有图利有4点的声明那徐以真说呢，他应该立即下台，检调立刻应该办他到底怎么回事？我们看一下。不论是贵资射击还是战伤救护，高中生做起来有模有样。全民国防教育协会办校园射击赛，却遭质疑宛如黑熊学院翻版。提高就是我们的全民的意识，我这边不反对，但是呢，我希望我们中央应该要按正常的程序来执行这样的事情。我们有合理的怀疑了你跳过我们的教育部然后也我们地方的教育处。来执行这样的事情本身就很可疑了因为比赛非教育部的正式活动，协会直接透过教育部发函各校，连苗栗县教育处都不知情，等于中央发函绕过地方，而主办的协会理事长正是他。台湾枪王廖英熙做玩具枪闻名国际，跟赖总统是好友关系，也是总统府社会防卫韧性委员会的委员之一，因此活动也被质疑有图利嫌疑，让家长不满，向立委检举。因为这个廖英熙他本身就是做这个听说叫枪王了那他本身他就是做这个行业，那这个里面是不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这个当然我们必须要继续追查下去。那希望我们全国我们尤其行政院这边执行在这个政策的时候，我希望大家开大门走大路，不要多做这些偷鸡摸狗的事情。廖英熙则说，协会在校园已办过多场射击竞赛，他唯一信念就是协助国家提升实力。但廖英熙的回应程序正义，也没有弭平。来振宇。我觉得我在讲这题之前，我想要补充一下刚刚就是监院的事情。其实坦白说，我觉得副院长出来做了一个最坏的示范，让人家非常的难过，也非常的震惊。他说他讲了一句话：司法启动，监院不能查，开玩笑。当着国人的面前说大谎啊！我们就拿一个最近一个案例好了，就是刑事侦查，然后跟监委调查，他分头进行，至少是行之有年。最近一个案子就是2023年的溧阳光电，是监察院主动调查，调各部会的资料去调查的，所以没有什么不能调的问题啊。所以我觉得这时候，刚刚伟汉哥我们有提到其实这个时候的监察院，你就应该要主动调查去告诉全国的公务人员，监察院是真正有在监督的。不然平常就是找你们各县市的麻烦，不就是这样子吗？那我们拉回来刚刚讲到就是现在目前现在
军训课的这个部分，到底是不是要进入到校园？我必须说，我是民国76年次出生的孩子。那我们当年呢，其实是有军训课的。那这时候呢，其实它是一个国民教育的其中一环。但是现在反而是说，好像各级的学校他们并没有这样子的一个专门课程，反而是透过私部门的协会来去拿政府的补助，然后再来去跳过所谓的地方政府的教育处，然后直接行文叫每一间学校都要配合。你还要停课，然后去练习这件事情，让人家觉得非常的吊诡。如果今天真的是全民要有防卫的一个这样子的意向的韧性的话，那不就是应该让所有的课程里面都把它纳入回来吗？而不是用这种方式就变成是说，党库国库通党库，然后我再来去把绿油油的朋友让他来去承办这样子的活动。我觉得这个部分监察院也该查一查。我觉得刚刚大家讲到说这个包含教育部长教育部次长叶秉成的案子那我当然觉得说在这整个案子上面，因为我也看了一下他包含说他自己的2个协会，还有一个公司他过去曾经担任协会的理事还有理事长那后来有就是他上任之后，这些协会跟公司都有继续承办案子，但是他已经辞任。但是我觉得这有一个问题是，确实就会让人家觉得有瓜田李下的嫌疑啦。那当然现在我觉得他现在是就说暂时停止但是现在接受调查。而问题是，我觉得在整个过程当中，我看了一下，我觉得要调查的部分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就是说，当叶秉成次长上任之后，他们透过他的职权，让这2个协会、让这2个公司能够去承揽，或者是去得到这个教育部相关的这些标案。我觉得这是一个彻查的重点。就如果真的有是这样的话，那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行为是绝对于法不容的。林涛，我们国家的监察院乱七八糟，所以下面大家也都是在违法。你看一下这个北检现在公布的他治案的侦查是李俊毅跟林玉荣，但是总共是4个监委都在做这些事。你有告他才要查，你没告他就不主动侦查。第一个，第二个呢，我去查出来了，李俊毅上次在2023年4月曾经被北检分他治案，就是高虹安那个案子，高虹安被重判。到现在停职几个月了，李俊毅到现在26个月有查吗？所以他的上一个他治案隔了26个月，等于北检他有民进党证，他感觉就是好像没事。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为什么这个玩具枪的事情会爆发出来？因为这个廖英熙他是完完全全是赖友友，大家印象很清楚。这个赖总统他在万里的老家是很珍贵的，要进去没有那么容易。2020年新北市万里的老家，廖英熙就受邀进去参访，所以他是不是赖友？他当然是赖友。第一个，第二个呢？你看这个活动呢，它是直接由教育部的苗栗联络处直接跳过教育处地方的教育处联系各级的学校，家长也没被通知，教育处也没被通知，然后现场这些活动。各种活动，通通都是你这个怪贸易股份有限公司的 BB 弹的枪，然后去承揽国家的这些业务给我们的小朋友使用，这完完全全就是私利呀，就是图利呀。这些嫌疑通通都不用查，为什么？因为自己的监察院都不用查了，为什么这些乱七八糟要查？这个所谓的这个协会他的理事长叫廖英熙嘛，廖英熙就是这个怪贸易的负责人。这个廖英熙被称为台湾枪王他不是真的卖那种枪但是他卖训练枪、空气枪，他卖的枪不是真的那种小朋友玩的玩具枪，而是真的很像真枪，然后还有开那种训练枪营、体验营让大家去。那你看这个公司很厉害他公司的粉专上替代役训练枪体验也要去跟他合作，然后这个教育部也要跟他合作，退辅会也要跟他合作，连陆军司令部也要跟他合作。那他是先用这个协会去跟教育部、国防部、退辅会合作，然后再用协会去采购或租用他公司的，还是说是怎么样？我们完全不知道。我们只知道民进党常常他的下面配合的人可以这样
身份一下是协会，一下是公司的负责人，然后一条龙的这样承揽下来。这个公司叫怪怪公司，整个案子也蛮怪怪的。那个教育部政策哦，叶秉成呢，他现在涉及的争议哦，一个是呢都是跟他利用职权有关，一个是他利用职权呢得到人家这个去呈报性侵案的部分呢，去在他的脸书上去揭露了这个受害者的隐私。那这件事情争议还没有停止的时候呢，又爆出说他在当正次之前，他创立的协会跟公司呢，虽然他上任正次之后他辞去相关职务，可是这些公司他强制性的全国的总统杯 AI 争霸赛呢，他发文要送小学全部要去参加。那这个怎么没有利用职务的问题？而民进党呢，现在还要不要记得你这个党的创党精神叫做清廉、勤政、爱乡土？哎，你哪里清廉，哪里勤政，一点也不爱乡土。为什么要军事训练？就是那种最不想遇到的状况发生的时候，至少还能够存活下来。所以在我这个年代，我刚才问的很好，我们现场来宾都有去打过靶啊。那你今天如果真的发生这个状况的时候，是拿怪怪贸易公司的玩具枪吗？不是嘛？所以我跟你讲，还是回到部队去，南投就有透过教育处去成功领打，里面就是部队的人教你，那就是我们国军的枪，很近嘛，就在旁边，就这么简单。所以各县市现在目前2018年以后，因为教官开始退出教育。